2025年2月，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将用价值500万美元的川普金卡代替EB-5投资移民计划，并授予购买该金卡的人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川普说：“我们将开始销售金卡，你有绿卡，但这是金卡，为这张卡定价大约500万美元。它会赋予持有者绿卡的权利，外加通往公民之路。”消息一出来，就引发各界的关注。而苦于中共暴政的中国人似乎看到了希望，立即响应。今天出了个大事啊！上海和广州啊，连夜排队办护照，家家都有人，随时准备出国。上海和广州的总领馆和入境处真的是快被挤爆了。你们猜猜这些人到底去哪？全是因为这个美国特朗普给全球发放了一张500万美金的一张金卡。当然呢，美国绿卡现在全球有25万人在排队，最快1年就可以拿到美国永久绿卡。如果连续居住2年半，还可以转换成美国的一个护照。这个就是杰出人才通道 EB1A。此消息一出啊，上海人和广州人真的是沸腾了啊，纷纷开始家家户户办护照。这是上海的美国领馆前大排长龙，等待办理签证的人们。而上海出入境大厅也是人山人海。临时给大家更新一个关于美国签证预约面试的最新消息啊！上海现在的话呢，7月份面试的所有的号也已经是预约完了，暂时是不放号的情况。所以说，今天登录到美国签证预约系统的话呢，你是看不到任何可以预约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计划在7月份、8月份出行的话，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抢假期的号。那如果说呢，大家是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可能是9月到12月出行的话啊，赶紧填写好你的160表格，看准时机。一旦开始放号之后的话，大家可以是尽快确定好自己的时间去做面试的预约。因为上海想移民美国的人太多，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兄弟们，不装了，摊牌了。美国签证上海面签前2天还能约，还有位置，就是等的时间久了一点，排到了7月份。现在已经没有日期可选了，没有位置可约了。上一次这种情况发生还是在2年前，这接下来什么时候能放新的位置？我等着约。我这边客人等着约，太吓人了！民航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单1个季度，浦东机场口岸的出入境人数就超过了680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不到150万，那么剩下的呢，基本就是咱们国人出境的量。看来新一波出国潮要来了。这名博主说出了上海移民潮火热的原因。38万上海人排队出国，目标居然出奇的一致。现在这个国家的领馆都要被挤爆了，主要还是因为移民门槛实在是太低了，尤其对于1、2线城市的人来说，更是轻松的拿捏。能开出一张100来万的存款证明，就能申请全家的第2身份了。不仅可以随意打开欧洲29个国家的国门，还是有14年的免费教育，将来升学也有捷径，就连以后的养老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其实不光是上海，广州办移民的人也纷纷涌入驻广州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这个人山人海的地方呢，就是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门前看起来非常忙碌，在这里排起了长队，秩序也非常的好。基本上每个人手里边都拿了一个小的文件夹或者一个小包，到里边办理相应的签证。广州去美国领事馆的人太多，结果把领馆的机器弄瘫痪了。就是美国领事馆机器坏掉了，然后他们下午1点重新办啊。机器坏了是吧？得，美领馆赶这么个事儿，这全出来了，这机器全坏掉了，下午1点继续。你看，全出来了，这美领馆机器坏了哈。就连中共首都北京也是有很多人都在排队办理移民。这是早上6点的驻北京美国大使馆前的排队情况，目测现场有4000人以上。现在是早上5点50，我在北京的地铁站，现在要去办理签证，里面是我的材料。今天我还专门穿了一个 San Francisco 卫衣，祝我好运吧。申请了已经9个月了，今天终于可以办签证了，我太激动了。昨天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希望能过，加油！天都是黑的啊，扫了个共享单车，骑着自行车去办美签，希望能过啊！
冲！美国大使馆门口村包都排队。看这是什么？拿到签证了，可以买机票。Coming US。这是很多中国人对移民的真实态度。兄弟们，你们知道吗？就现在一个美国签证，养活着大半个旅游圈，大半个旅游行业都指着美国签证来养活着。已经不知道多少人跟我说过，他们去欧洲旅游、去澳洲旅游、去英国旅游，但凡是遇到中国的旅游团，有一个算一个。参团的人员99%都是为了后续申请美国签证。这些人在办理移民时也在加紧卖房。那些牛马背房贷就是啊，套现都离场了。你们看到北京、上海大量的都去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好多啊，他们就把房子咔一卖。上千万到手，割了韭菜了，不得了啊！一夜之间，整个上海都在卖房子，10个里面有9个都在挂牌。现在也不会有人问你房子买在哪了吗？只会问你的房子卖了没？你有房子都好像变成了笑话一样。整个上海啊，有16万多套的挂牌量，每天呢还在大量的新增大几百套。就在刚刚，我把我在上海所有的房产都挂牌了，包括普通住宅，包括商铺，包括酒店式公寓啊。有些人觉得我做了一件错事啊，在这个上海房地产市场正要复苏的时候，或者说已经在复苏的时候，选择把自己的房子给卖掉。但是如果说我真的这样做了，然后真的房子很快就反转的话，我也不后悔，因为我已经解决了我自己所有的压力，以后不再需要负担每个月这么沉重的房贷。哎呦，我跟你们讲啊，现在上海楼市彻底变天啦！昨天夜里我翻二手房数据，手都在抖啊，16万套，整整16万套房子挂出来卖呀！现在马路上10个人里头8个人在甩卖房产，侬晓得吧？现在碰头都不问侬房子卖在啥地段了，开口就是侬房子抛脱了吧？挂牌价是一天跌3次，就浦东有个小区啊，上个月还卖8万的学区房，现在房东6万5都肯谈。广州人也急着卖房子变现，一夜之间，整个广州都在卖房子，天都变了。100多人里面有90个人都在挂牌，现在不会再问你房子买了哪里，只会问你房子有没有卖掉，卖了什么价格。现在你有房子反而成了笑话。为何有房子会被笑话呢？因为现在房子跌得太快，让人措手不及。2019年，在广州房价高峰期，李女士花费460万买一套130平的住宅，没想到疫情来了，夫妻俩工作全没了。2023年市场行情下跌，又加上刚生小孩，460万元的房子跌到了280万，李女士崩溃了。80万打水漂了，在广州买的房子亏了80万，加上利息啥的，这个房子已经亏了100多。这10年起早贪黑赚的钱，全都用来补这窟窿。现在是工作心思也没了。我一朋友更惨，在佛山400多万买了房子，现在又值200多了，还没住进去就亏了200多万。有钱的人都在想办法卖房子移民出国，而底层百姓依然过着心酸的日子。广州海珠区每天几10万人失业，几10万人找不到工作，这些人被逼无奈睡桥洞。这是广州，这是一线城市，真的是有很多人睡桥洞，有谁能体会他们的心酸和心情？今年的广州工作确实是不好找，他们为了给家里面节约点钱委屈自己，有谁能明白？有谁能体会？视频字幕是：广州今年做服装太难了，导致好多人没工作，他们都睡桥洞了。莫来广州的朋友不能再来了。其实就连中共的政治中心北京，这个一线大城市也是一片萧条。你知道北京的写字楼出租市场都惨到什么程度了吗？你看看，一层18户，只有5户租出去了。就这东南角的好位置，这视野，3块钱就租，包供暖包物业。给大家看一看北京的餐饮业的真实现状。
这个是汇鑫西街南口地铁站附近的老重庆火锅，倒闭2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房东是想出售，但是一直没有售出，后来又招告是要出租，还是没有人承租，现在又改出售了。你看那个告示的痕迹都好几层了，恐怖的不是倒闭啊，是都快2年了还没有换新门头呢。这个是对外经贸大学的餐饮一条街，从2年前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挨个闭店，但是还有一些在支撑吧。今年寒假看起来大家有好多都撑住了。这可是大学对面啊！知道望京这个区域之前有多少互联网公司吗？阿里、陌陌、美团、58、智联、喜马拉雅、携程、优酷、豆瓣、高德、每日优先、Uber。现在真是各行各业的生意都不好做。刚才我们去这个北京通州副中心啊，地段最好的啊、最繁华的一个商厦的必胜客吃晚饭，整个这么大一餐厅啊，包括我们一家在内啊，只有2-3桌，然后没有一个服务员。餐厅里只有一个看起来很像那种保洁阿姨的大姐呢，来给我们上菜啊。然后期间呢，大姐呢过来了2趟啊，跟我们推销说让我们充值500块钱。我们呢一看这架势啊，我们就没敢充啊，我们怕万一说这个餐厅倒闭了怎么办啊？北京经济沦落到这个境地，上海也是如此。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这个上海市宝山区啊一条商业街啊，这个叫东方国贸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话是晚上的8点40分钟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我今天刚过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类型来讲，我不敢相信这里是大上海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才这么早的一个时间，街上居然没有人，而且这条街的话是商业街啊。可以这么说，商铺啊要比这个人还要多。你们有没有发现，上海的办公楼很多企业都在退租了？这个现象真的是蛮吓人的。从过完年回来和一些朋友聊天了解到的，还有我自己所在的这栋办公楼，就有很多公司啊直接没开门了。我们这栋楼现在至少空了1半以上，这是什么概念？除了办公楼，沿街商铺的情况也不乐观，基本上隔2家就有人贴上了转让，或者是本来3开间的门面自己缩小成1间，把另外2间租出去，希望以此啊来缩减成本回血。这些商业咱就不说了，毕竟现在生意不好做，大家都不敢轻易去投资。可是现在就连小区的出租房空租率都直线上升，而且房东的挂价也是一跌再跌。人都去哪了？是都去住公司宿舍了吗？还是以前整租的人为了缩减开支都合租去了？北京、上海、广州这3个中国一线大城市，也是3个国际大都市，在中国有着重要的位置，现在竟然集体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其实早在2022年6月，上海从封城状态解封后，就掀起了一波润出国的移民热潮，很多上海人都变卖房产全家移民。而这种情况这几年一直在上演。为何北京、上海、广州的经济如此下滑？是因为很多有钱人已经举家移民国外了，他们也带走了大量的资金。据投资移民公司 Hanley & Partners 的最新报告显示，仅在2024年，估计就有15200名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流动可投资财富的中国富人已经搬离了中国，而最受他们青睐的移民目的地分别是美国、加拿大、欧盟、新加坡、日本和香港。这次美国川普总统的金卡也向那些有经济实力的中国富人伸出橄榄枝，所以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广州这3大城市的人们不惜大排队，甚至连夜排队也要申请美国签证，就是为了能让自己和家人拥有一个正常居住的环境，活得舒心。而这也是人们常说的用脚投票，也是对中共政权的一个莫大的讽刺和一记响亮的耳光。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